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如果你的老公每个月给你10万块钱的生活费，但是他不能回家陪你，这样的生活，你愿不愿意？有个人在下面回答，这说的不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吗？我的答案是非常愿意。我老公每个月给我10万块钱的生活费，但是他常年在外工作，我拿着他给的钱养了个小白脸，小生活过得别说有多快乐了。我点进这个人的账号，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药。结果我发现留言的那个人竟然就是我老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回答提问的那个账号的名称叫说1203，点进他的主页之前，我只是觉得这个账号里的数字和我老婆顾千雪的生日一样，有点巧合。等我点进去这个账号，看到账号主人平时发的一些日常之后，我发现这个账号的主人就是我的老婆顾千雪。虽然她极力避免泄露个人的信息，但我还是从她分享的植物照片里认出了那个背景就是我家阳台的角落。我知道这样的怀疑太过牵强，于是我给我老婆打去了电话，电话很快的就接通了。顾千雪在电话另一头甜甜地跟我说，老公，你忙完了，我好想你啊。我佯装镇定，想我怎么没有给我打电话呀？我那不是怕打扰到你工作吗？我相信等你忙完了就一定会找我的，对吧？亲爱的，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我吃完了饭，躺在床上刷刷手机，还有就是在想你呀，如同往常一样的聊天，甜蜜而又美好。我正想着可能事事有巧合，我误会了老婆的时候，我听到了浴室传来水流的声音。我问，我怎么听到了有水声？有人在卫生间吗？顾千雪的语气有一些慌乱。哦，可能是我刚刚洗完澡忘记关水龙头了，我去看看，先不跟你说了，拜拜。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但却不愿意把事情往最不堪的那方面想。在当缩头乌龟和大胆求证之间，我只犹豫了30秒，我决定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打开外卖软件，找到了一个我们家附近的花店，订了一束鲜花，地址留了顾千雪所在的那个家。我留言，不用打电话，直接按门铃。过了一会，我看订单显示已完成配送，于是我给外卖小哥打去了电话。你好，我是丰汇家园12栋3单元的业主，刚才我给我老婆点了一个鲜花的外送，我想问一下，我老婆收到鲜花之后是什么样的表情？有没有特别激动？外卖小哥滞了一下，然后试探地问，刚才你没在家？我是在外地工作的，想着买一束鲜花给我老婆送去个惊喜。你知道，像我这种常年在外工作的，老婆一个人在家也很辛苦的。我这个当老公的，除了要挣足够的钱满足他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是要跟上的，是吧？我自说自话，不停地向外卖小哥诉说着我工作的不容易，以及我对老婆的想念。终于在我喋喋不休地说了2分钟之后，外卖小哥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跟我说，我劝你还是常回家看看吧，你经常不在家，有些事情可能照看不到，算了，反正你就是赶紧回来吧。说完，外卖小哥就赶快挂断了电话。我知道外卖小哥能这么说，说明房间里必定还有其他人，还是一眼看上去就是关系密切、衣冠不整的，不然那个小哥不会这样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我心里悬着的那根绳终于断了，我火速地跟老板请了假，订了最近一班飞机的机票回了家。这次回家，我没有跟顾千雪提过，我想看看
突然袭击会不会有意外的收获？我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没人，不仅是外人，连顾千雪也没在。在那一刻，我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庆幸多一些，还是遗憾多一些。顾千雪很晚的时候才回到家，她看到我出现在家里，露出了一副非常惊喜的表情。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都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我好做顿大餐，在家等你们。你看现在这样，我回来的这么晚，家里又没有什么食材，让你饿着肚子，我多心疼啊！说完，他整个人都扑过来，贴在了我的身上。看到顾千雪的这副样子，我心里的天平又倾斜了。我觉得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美人在怀，我又心猿意马了起来。但是当我脱下顾千雪的衣服，看到她肩膀上青紫的痕迹时，我的理智又回来了，察觉我的视线。顾千雪有些慌乱，却又故作镇定地跟我解释：我前2天去做了刮痧，人家说我湿气重，刮出来了好多青紫的湿气呢。她慌乱中找的这个借口实在是漏洞百出，谁家刮痧刮出来的是这个颜色，而且还是一块一块的痕迹？我顿时就失了兴致，借口我旅途劳顿，睡下了。第2天，我以探望岳父岳母为借口，带着顾千雪在岳父岳母家待了一整天。实际上，我是把家里的钥匙给了我的好哥们周进，让他帮我给我家里安装了几个隐藏式的监控，保证家里任何位置都能被监控覆盖。我跟周进说，我是担心老婆一个人在家遭遇什么意外，安装上监控，我也能放心一些。周进没多问，只是露出了一副我懂的表情。是啊，他就是干这行的。他遇到的夫妻监视对方，怕对方出轨的事可多了去了。我这心思在他那里早就无所遁形了。既然他知道了，我特意嘱咐他不要把装了监控的这件事告诉我老婆。周进给我比了个封口的动作，示意我放心。我只请了3天的假，除去路上的时间，我明天就得返程回临海市了。临海市离我现在的家有2000多公里，考虑到时间和路费的因素，我基本上要2-3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曾经劝说顾千雪搬去临海市生活，她说不适应那边的气候，离她父母也太远了，所以不想去。于是我想着，那就我一个人在外面多挣几年的钱，等以后我们有了孩子，我再回这边来找个工作。本地的工作机会和我的专业不匹配，工资也只有我现在工资的1个零头，所以我想在外面再多待2年，挣点养老钱。但没想到，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竟然被顾千雪拿去养小白脸。临行的前1天，我还不死心地问顾千雪，我觉得我们2个这样两地分居，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你说不想离开这里，我也能理解。我想了想，我还是辞掉那边的工作回来吧。虽然这边的工资会少一点，但我们节省一些也能够花。你觉得怎么样，老公？你回来之后，专业知识就用不上了。这不是钱的事，而是我不忍心见你郁郁不得志，被繁琐的生活磨去了棱角。你不开心，那我也会不开心的。看，话说得多好听，但是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反正就是不想让我回来。如果他真是那么为我着想，他就会想方设法搬去我工作的城市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拿着我的钱，过着他自己的日子。在发现他对我不忠之前，我对他有一层厚厚的滤镜，但一旦这个滤镜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我便犹如有了火眼金睛一样。而顾千雪就是那脱下外皮的白骨精，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都被我看穿。我回到了临海市之后的那些天，我都是白天工作，
晚上回家查看监控的回放，然后被我确定顾千雪确实是出轨了一个小白脸了。他们2个人就在我的家里，在我辛辛苦苦供养的那个家里偷情。我知道，如果我拿着这些视频去找顾千雪离婚，她将变无可辩。但我并不想就这么便宜了她。她拿着我的钱去养小白脸，把我的尊严、我的真心都放在地上践踏。这笔账我一定要让她还回来。顾千雪的生日就快到了，我已经早早的就听那2个人在研究要怎么庆祝了。这2个人的道德感不强，仪式感倒还挺强的。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更强的仪式感。我早早的就联系好了顾千雪的家人，告诉他们，我想在顾千雪生日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我还特意嘱咐他们，千万要对顾千雪保密，不然惊喜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我知道顾千雪和小白脸的计划，白天先去游乐场玩耍，之后共进烛光晚餐，然后再回到我的房子里彻夜狂欢，抵足而眠。而我要的就是他们外出的那个时间差。岳父最近一直在跟我提，想让我给他投资一个餐馆，让他当老板，所以最近他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殷勤。当听说我需要人配合给他女儿一个生日惊喜的时候，二话不说就号召全家出动。不仅他们家3口人都到了，就连顾千雪的姑妈和大舅一家也都到了。布置现场的时候，我还特意给他们讲了遍流程。顾千雪说晚上在外面吃饭，那我就等在楼下，装作我刚回来的样子，但却完全不记得今天是她的生日。你们就在房间里躲起来，千万不要出声，等我跟她把前面的情绪铺垫到位了，你们再出来，这样就有了反差感。为了避免她看到这些布景露了馅，一会儿我会把电闸拉下来，这样会更加惊喜。岳父一家不懂我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但也没说啥反对的话。岳父还问我为什么我家里人都没来，我说这不是给千雪过生日吗？当然是要请她最想看到的人了。我心想，都是你们家的人，这出戏才好唱下去啊。我告诉小舅子顾天齐，我就等在楼下，等千雪一回来，我就给她发微信，然后他们就该躲的躲，该藏的藏，一会儿再出来给她惊喜。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也都交代完了，我就下楼去了。我躲在花丛间的阴影里，看到顾千雪和那个小白脸上楼了，我赶紧给顾天齐发去了微信，告诉他赶快准备，然后我就坐着下一班电梯也跟了上去。顾千雪和小白脸刚进屋，大门都没来得及关，就开始啃上了。屋里人以为那都是我设计好的，虽然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但还是忍着没出声。直到声音越来越不对劲，顾天齐忍不住了，于是起来拉上了电闸，想要提醒一下2个当事人。恢复照明之后，屋里的2拨人都懵了。顾千雪不明白家里怎么会冒出来这么多人，亲友团则是不知道顾千雪身旁的小白脸是哪里冒出来的。而且此时的2个人还维持着不太雅观的动作，不用解释，大家就明白了这2个人的关系。还是干惯了亏心事的顾天齐反应快，赶忙问顾千雪，你看到我姐夫了吗？你姐夫不是还在临海市上班呢，怎么会在这里？姐夫特意回来给你过生日来了，还让我们一起过来给你个惊喜啊！快别说了，你赶紧把这位大哥打发走吧，别再和我姐夫撞上，那就说不清了。听到这里，顾千雪也很害怕，于是她赶忙对小白脸说，那你快走，亲友团都知道老顾家一家都是靠我养着的，生怕顾千雪的事在我那里露了馅。于是众人推搡着小白脸往外走。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该出场了，
我装作从外面刚刚回来的样子，把这些人堵在了屋子里。千雪，你回来了呀？我刚才在外面等了你好久，怎么没看到你上楼呢？然后我的视线才往小白脸的方向看去。这位是，你怎么出现在我们家？你是谁？我看你神色慌张，衣冠不整的样子，莫非你是来我家偷东西的小偷？我观察了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当他们听到我把小白脸错认成小偷的时候，竟然都舒了一口气。岳父跟我说：“林涛，你放心，我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小偷的。一会儿我们出去就把他打一顿，然后把他扔在路边，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偷东西了。没检查一下，都有什么东西丢了吗？”顾千雪说：“我们抓住的及时，我看过，贵重的物品都在，没丢东西。”我快步走到衣柜那里翻找了一下，不对，我刚刚取出来的10万块钱现金不见了。事情实在是太巧合了。顾千雪在怀疑我到底是识破了事情的真相，故意在找茬，还是我真的丢了钱。但是他们2个人自从进门后一直在一起，根本没有时间去偷东西啊。你确定把钱放在这里了？你没记错，我肯定就是把钱放在这里了。我放钱的时候，你弟弟也看到了。压力给到了顾天琪，他哥那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他连连点头，没错，我是看到姐夫把钱放到这里了。顾天琪佯装镇静，但额头上冒出的冷汗却出卖了他。我知道那笔钱肯定是被顾天琪拿走了，我在他眼皮子底下把钱收起来，就是这个目的。我说，不行，不能轻易放过这个小贼，还是让警察同志来处理吧。屋里这些人都知道那个小白脸不是小偷，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偷东西，于是他们都在互相怀疑是自己人把钱拿走了。毕竟我在收钱的时候还是比较高调的，但是知道真相的这些人还不能跟我说，一说的话，顾千雪偷人的事就瞒不住了。于是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坚定地指认这个小白脸就是小偷。听说要报警，小白脸的脸可真是变白了，他无助地望向顾千雪，希望顾千雪能帮他解释一下。但是这时的顾千雪哪里能顾得上他？他生怕我这个金主发现什么苗头，断了他的财路。顾千雪点头附和，是应该送去警察局，这样让我爸和天琪送去就行了。你坐了那么久的飞机，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吧。不用说，顾千雪肯定是打着让这2个人装作大意，被小白脸给逃跑了的样子给我看。戏好不容易唱到这一出，哪能就这么散场呢？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呢，警察就到了。我在上楼之前就报了警，事先我特意通过监控观察到了顾天琪把钱拿走了。既然被他拿走了还不承认，我当然就是被偷窃了，这也不算是报假警了。我拖延时间这么久，就是为了等警察的到来。我热心地把警察同志请进了屋。警察同志，我们已经抓住小偷了，但是小偷不肯把偷到的钱财交出来，看他那副模样，竟然还是一点都不担心的样子。我怀疑他有同伙，同伙还已经把赃物转移了。说完，我还装作不解的样子问屋内的众人：“你们是什么时间抓住这个小偷的？”为了给自家人打掩护，他们利用血缘的感应，编造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大舅说，关灯以后，我就听到了悉悉索索的声音，应该是在关灯之前就已经溜进来了。姑妈说，我们布置场地的时候，为了搬运物品，有一段时间大门是敞开的，应该就是那段时间溜进来的。岳父说，刚开始我感觉到是2个人的脚步声，后来千雪进来后就只剩下这么一个人了，
肯定是他的同伙趁着千雪进门的时候逃跑了。顾千雪说：“我进门的时候确实是感觉身旁有个人经过，好像是出去了，我以为是错觉呢，就也没当回事。但是等我进屋了，就撞上了一个人，吓得我大叫起来。”顾天琪说：“我听到我姐大叫，立刻就去把电闸拉了上来，一有光亮了，就看到这个小子在屋子里鬼鬼祟祟的。我心里暗暗给老顾家这家人竖起了一个大拇指，不对口供临场发挥，就能瞬间完成一个逻辑上闭环的完整故事。没有20年以上的坑蒙拐骗经验的，都圆不了这个谎。但是听到这里，小白脸可不干了。你们这些人怎么空口白牙胡编乱造呢？警察同志，我是冤枉的呀！你们可千万要给我做主，我不是小偷，我就是来偷个情而已，我真没干什么违法的事情啊！顾天琪上去就给小白脸的脑袋打了一下，对他说：“偷什么情？你和谁偷情？我可告诉你，我爸和我妈的感情好着呢，你可别往我妈身上泼脏水。”岳母也反应过来了，你这个小偷不仅道德败坏，心也是脏着呢，我要跟你拼了！他说完也要上去教训那个小白脸，但是被警察给拦下了。由于场面过于混乱，不宜久留，所以警察赶忙押解那个小白脸回派出所了。姑妈和大舅一家纷纷提出告辞，他们都怀疑丢的钱可能是自己家人拿的，早走也能早销赃。岳父和顾千雪作为当事人代表，也跟着一起去了。小白脸名字叫秦浩然，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且向警方讲述了他和顾千雪之间违背道德的关系。顾千雪当然不会承认，他一口咬死不认识那个小白脸。案件进行到这里，光凭双方的口供是没有办法定案了。秦浩然被收押，等待警方调查取证后的结果。警方我也来我们家调查过，发现我家里确实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但是警方没有在上面提取到有效的指纹。那是顾天琪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干多了，这么点儿危机意识还是有的。警方也查到我今天上午确实是取了10万块钱现金出来。当他们询问我这笔钱用途的时候，我说是想要借给岳父开餐馆的。实际上我对岳父的说法是，我想要拿这笔钱送礼，但是这件事不能告诉警察。于是当警察跟岳父确认的时候，岳父立刻就承认了。调查进行到这里，又进到了一个死胡同。正当我想着如何把嫌疑往顾天琪身上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神助攻。这个人就是秦浩然的老婆。没错，秦浩然那个小白脸，他有老婆。他老婆在秦浩然被拘留之后，就去看过他。通过秦浩然讲述的事情经过，他老婆很快的就把嫌疑人锁定了在了顾天琪的身上。他跟踪了顾天琪2天，终于把顾天琪拿了个人赃俱获。原来顾天琪欠了一笔赌债，顾天琪也怕那笔钱放在自己手里夜长梦多，于是想赶快把钱还给债主。就这么的撞到了秦浩然他老婆的枪口上。他老婆不仅把这10万块钱的下落给弄明白了，还提供出了她老公和顾千雪1年来的聊天和金钱来往的记录，一下子把顾千雪锤得死死的。这下子顾千雪变无可辩了。当警方询问秦浩然他老婆为什么那么快就把目标锁定为顾天琪的时候，他老婆说了句：“直觉。”连警察都感慨，这个女人的直觉强烈的可怕。当警察向我陈述案情结果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语句斟酌了再三，并且每个人望向我的表情都充满同情。
我一脸心碎表情的听完了案情的经过，脚步踉跄的离开了。当然和我一起离开的还有顾天琪那没来得及还给债主的10万块钱。顾千雪因为妨碍公务被拘留了15天，顾天琪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被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了。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我还看到了秦浩然和他老婆，这2个人还一副间谍情深的样子。秦浩然看到我的时候有一点心虚，他老婆的目光倒是非常的坦然。我不解地问：你老公出轨，你就一点想法都没有吗？他老婆给了我一个震碎我3观的回答：他那不叫出轨，叫挣钱养家。你老婆给他的每一分钱，他都会交给我保管，无论你们从道德上怎么批判他，但是我们2个人的爱情是忠贞的。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你的，毕竟你老婆花的是你挣来的钱。等下次我们挑选对象的时候，一定会挑选自己有钱的单身富婆，这样就谁也挑不出来我们的毛病了。不行，我不能再听下去了。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秦浩然和他老婆还真是绝配，这2个人就应该永生永世的锁死在一起，不要再出来祸害别人了。我回到家之后，在我们小区群里面发了一封道歉信。亲爱的邻居们，我是12栋3单元的业主，之前我们家因为失窃报警，给邻居们造成了一些恐慌，给物业也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目前案情已经查明，这并不是因为物业安保系统漏洞而造成的入户行窃，而是我家的内贼所为。房间内出现的陌生人并不是小偷，而是我妻子的出轨对象。再次为这段时间给大家带来的困扰说一声抱歉，也请邻居们相信我们物业的安保会给我们提供安全的保障。发完这段话，我就把手机扔到了一边。不管小区的邻居们接收完这些信息量后会有何反应，我并不介意，因为戴了绿帽子被人家指指点点，明理的人会知道错不在我，不明理的人无论我怎么做还是会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但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一定要受到应有的惩罚。我的岳父岳母很快的就来找到了我，他们跟我说顾天琪只是一时糊涂，让我出具谅解书，好把他给放出来。我说他又不是我儿子，我为什么要谅解他？岳父说，看你这话说的，长姐如母，那你这个姐夫和他爸不是差不多吗？看我软的不行，于是他又来起了硬的。我告诉你，你要是还想和千雪好好过日子的话，那赶快同意了，不然千雪可不会饶了你的。莫不是这2个人还以为我还打算跟他们女儿过下去吧？我挣钱给他们女儿养小白脸，我有病啊！我看我还是不答应。岳母使出了杀手锏，我可告诉你，千雪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了，你要是不同意，我一定要让千雪把孩子打掉的，到时候你就后悔去吧。听了这话，我一惊，我看着岳母的眼睛，想判断她这句话的真假。我问，顾千雪怀孕了，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跟顾千雪已经快半年没同房了，她就算是怀孕，也不可能是我的，不管她怎么赖，这个孩子都赖不到我的头上。我震惊，只是感慨顾千雪明知自己怀孕，还跟小白脸没羞没臊的。岳母看我这个样子，以为我怂了，于是又恢复了本性。她不仅要求我出具谅解书，还要求我给顾天琪在本市再买一套房子。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我说让顾千雪亲自来跟我说吧，千雪还要几天才能出来的，等她出来，天琪得在里面遭多大的罪啊！我跟你说，你今天就得把谅解书写好，然后亲自去把天琪给领回来。出来后，我们直接看房子，
把房子也给定下来。我打断了他，你就别做梦了，让我签谅解书，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让顾千雪先签下离婚协议，答应净身出户。我什么时候和顾千雪离了婚，什么时候再帮你们把儿子给领回来。岳父大怒，林涛，你非得做得这么绝情吗？我们千雪到底哪点对不住你？顾千雪已经为了一个小白脸把自己弄进局子了，你们不会以为我还能继续当一个缩头乌龟吧？岳父放下狠话，林涛，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你可别后悔。我要上网去曝光你的无耻行径，过几天我就要让你主动把我儿子领回来。这回光买房子也不行了，你还得把装修的钱也给出了。一听他说起这个，我可就来劲了。这怎么还有故意在自己身边埋雷的呢？这是不甘心他女儿的事迹只在我们小区里面流传，想要通告全网是吧？你去发，不发是小狗，我还巴不得自己能出名呢。哼，你给我等着。然后这两个人就像是打了胜仗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了。这两个人的效率还算是高。第二天，关于他们控诉我是渣男的视频就在网络上流传了开来。控诉的内容差不多就是我非要逼怀孕3个多月的老婆打胎，并且一定要和老婆离婚。本来这个视频的曝光度一般，但是我特意砸钱把热度给推上来了。我得在顾千雪被放出来之前让一切都尘埃落定，不然等顾千雪知道了，肯定会阻止他爸妈的这种行为，那还怎么让他被全网骂呀？在视频发布的第7天，我已经被网友被人肉出来了全部的信息，还有人去我公司的官网抗议，说像我这种没有道德的人应该被开除。我看事情发酵的也差不多了，便开始了我的反击。我提供了近3个月以来在公司加班的记录，可以明显的看出，在顾千雪受孕期间，我根本没有在这个城市，而顾千雪也从未离开过本市，那这个孩子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如果顾千雪非要坚持孩子是我的，我不介意跟胎儿做绒毛的 DNA 比对。我还拿出了家中偷窃事件的案件回执，向网友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告诉网友，我的老婆目前因为这件事情还在拘留中。我也整理了我这些年给家里的花销，我每个月按时给我老婆10万块钱的生活费，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额外的有红包。然而，我不知道我老婆把这些钱花到了哪里去，这些钱从来没有用到过我或是家庭上。我这一条一条的写了血泪控诉，让事件立刻反转。原本还非常得意的岳父岳母，转瞬间就成为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当顾千雪被放出来的时候，迎接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面，但他自己似乎还不知道这件事，被他爸妈骗着过来找我。顾千雪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挺低，林涛，你相信我，我只是一时糊涂，我是受了秦昊然花言巧语的迷惑，以后我保证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听说你怀孕了，但是秦昊然明确表示他已经结扎了，所以孩子绝对不可能是他的，而这个孩子也不是我的。那你说说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呢？你玩得还挺花泥。秦昊然还大呼冤枉，说他每个月可没花到你那么多钱。什么孩子？你是不是听谁嚼了什么舌根？你妈把你的孕检报告都发在网上了，还用得着谁嚼舌根吗？顾千雪神色慌乱了一瞬，就立刻又有了别的主意。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好吗？但是能不能先把谅解书签了，把天琪先给放出来？他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种苦呢。顾千雪，我跟你爸妈说过，
想让我签谅解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离婚。你净身出户，不可能。林涛，你想都不要想，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而且我更不可能同意净身出户。你不同意也行，反正如果我去法院起诉，我得到的也只不过是相同的结果，时间的早晚而已。我是不介意多耗费上1年或是2年的时间，好让你弟弟享受一下吃牢饭的待遇。就不知道你们家里人介不介意了。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超过1天，你弟弟的这个牢饭就吃定了。顾千雪失魂落魄地离开了，他倒是想赖在我这里不走来着，但是只要我一提到顾天琪，他就瞬间没有了抵抗力。顾天琪是他们老顾家所有人的软肋，经过这家人1晚上的探讨，顾千雪最终还是答应了和我离婚，并且净身出户的要求。办理完离婚手续后，我也按照约定出具了谅解书，顾天琪被放了出来。顾千雪应该是还做着能够水滴石穿，跟我破镜重圆的美梦。她装出一副温柔体贴的样子，问我什么时候回临海，还问我如果他过去那边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的工作。我说你还是赶紧给你肚子里的孩子找爹吧，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得赶紧回去公司工作了。为了处理顾千雪这件事，我已经用光了我今年的年假，而且这些年我挣的钱已经被顾千雪挥霍的差不多了，我得赶紧回去当牛马赚钱去了。顾天琪虽然是放出来了，但是他欠的那些赌债还是需要还的，简直庆幸我这个婚离得及时了，要不然还不是要我去当那个冤大头吗？这回没有了我，看他们要怎么解决。老顾家鬼主意最多的就是顾天琪了，他向债主提出钱他是没有了，但是他还有一个姿色尚可的姐姐，可以用来还债。顾天琪的这一提议竟然同时得到了债主以及顾家人的赞同，于是顾千雪在刚做完流产手术没多久，就走马上任，成为了债主包养的情妇。听到我哥们透露这个消息给我的时候，我只在感慨，从包养到被包养，顾千雪的适应能力还挺强的。再次见到顾千雪，已经又是1年之后了。那时我回去办理房产出售的手续，路过一家商场时，正看到顾千雪在被人揪着头发打骂，看样子是原配在教训小三。推搡之中，顾千雪被人从楼梯摔下，当场就失去了意识。肇事者见状不妙，立马开溜。周围群众窃窃私语，还是我打了120急救电话。我跟着救护车到了医院，支付了5000块钱的住院押金后就离开了。毕竟是曾经爱过的人，再怎么样也不至于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看到顾家人匆匆赶来，顾父还在埋怨顾天琪，要不是你又欠了赌债，找你姐要钱，你姐怎么会被原配打上门来的？你姐要是出事了，以后还怎么养你呀？顾天琪唯唯应诺，有这样的家人，确实是顾千雪的不幸，但也是他自己的不争。我也曾想过给他一个最好的家，然而他为了这样的家人，始终不愿意与我团聚，甚至还践踏我的真心，寻找小白脸取乐。只能说万般皆是命吧，幸好我逃脱了出来。微信响起，是我未婚妻发来的照片，她给我们的新家买了好多的装饰物，从她的用心里感受到了她期待着入住后的欢喜，而我也在期待着每天晚归后的那一缕灯光。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